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部电影。在2001年，当我们对仙侠的理解还停留在吊威亚和五毛特效时，他用一场几乎丧心病狂的视觉轰炸，强行拉高了整个华语奇幻电影的审美上限。他就是徐克执导的《蜀山传》。20多年过去了，回看这部电影，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部特效大片，更像是一个寓言。它构建的世界观，它对正邪的定义，它对宇宙洪荒的想象，至今仍在被后来的仙侠剧模仿，但从未被超越。故事的开场就不是人间的恩怨情仇，而是宇宙级的对抗。在昆仑山修行的玄天宗是昆仑掌门的得意弟子，但他心中有个执念，他的师傅被一个叫幽泉血魔的东西杀了。幽泉血魔是什么？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人，它没有实体，是宇宙中的一股邪念，是万恶之源。它能附身在任何人身上，吸取邪恶力量。它的目标是毁灭一切。很快，幽泉血魔来袭，昆仑派全灭。在最后关头，孤月为了保护玄天宗，选择牺牲自己，被幽泉吞噬，只留下一把神兵月金轮。玄天宗带着月金轮前往蜀山峨眉寻求帮助。《蜀山传》真正宏大的世界观在峨眉展开。接待玄天宗的是峨眉掌门白眉道人。这里必须提一下导演徐克。徐克拍《蜀山传》是为了圆他1983年的一个梦。当年他拍了《新蜀山剑侠》，由林青霞、郑少秋主演，开创了香港电影的特效仙侠时代。但受限于技术，很多想象无法实现。到了2001年，徐克拿到了当时香港电影史上罕见的巨额投资，并请来了好莱坞的特效团队以及香港本土最顶尖的仙桃数码。他又把当年没实现的想象全部砸进这部电影，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、完全由 CG 构建的、真正飞在天上的蜀山。回到剧情，白眉告诉玄天宗，幽泉的强大超乎想象，他即将入侵峨眉的血就是灵气最弱的点。果然，幽泉大军来袭，白眉启动了他的计划。他并非要与幽泉决一死战，因为他知道在当前的空间杀不死他。白眉的计划是，他用大法力将整个峨眉山连同被暂时压制的幽泉一起打爆，造另一个更遥远、更纯净的宇宙空间，以此隔绝幽泉与人间邪念的联系。他自己则飞升，去往宇宙的更深处，寻找能彻底消灭幽泉的力量。在飞升前，白眉留下了一个预言：消灭幽泉的唯一希望是2把神剑，天机与雷炎合璧。天机剑被他留在了峨眉，等待传人，而雷炎剑则需要玄天宗和新一代弟子去寻找。200年弹指一挥间，幽泉的力量在白眉的封印下再次壮大，他即将破开血。此时的峨眉由白眉的大弟子丹辰子代管。丹辰子法力高强，手持白眉赐予的天剑，是峨眉的希望。200年后，玄天宗重返峨眉，他见到了新一代的弟子，其中一个叫李英奇。李英奇的相貌和200年前牺牲的孤月一模一样。玄天宗瞬间陷入了执念，他分不清李英奇究竟是孤月的转世，还是一个全新的人。同时，白眉留下的天机剑感应到了李英奇，自动认他为主。预言的天机传人出现了，但雷炎剑在哪没人知道。而幽泉血魔太狡猾了，他知道强攻不行，他选择了攻心。他攻击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峨眉最强的战力代掌门丹辰子。丹辰子为人正直，但也极度自信，甚至自负。他急于证明自己能守护峨眉，独自前往血探查。就在那里，幽泉抓住了他道心的缝隙，侵入了他的身体。当丹辰子返回金鼎时，他已经不再是他成了幽泉的宿主。被附身的丹辰子从内部瓦解了峨眉，他重伤了玄天宗，释放了被镇压的赤石神君，导致峨眉精英死伤惨重。玄天宗在重伤之际被月金轮带到了一个神秘的3元宫，他见到了一个高人告诉他，雷炎剑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它不是一把实体的剑，它需要人剑合一。玄天宗终于顿悟，他带着对孤月的记忆，对李英奇的守护，以及200年的执着，跳入了南冥离火。他必须放下对孤月的执念，才能与自己那把被遗忘的剑融合。浴火重生后，他化身的就是雷炎神剑。李英奇在丹辰子的追杀下也觉醒了，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与孤月的关系，他不是转世，而是孤月元神的一部分，是一个重生的延续。他不再迷茫，彻底掌控了天机。最终决战，幽泉血魔已经完全控制了丹辰子，并画出了巨大的模型。玄天宗与李英奇赶到，没有犹豫，两人化作2道剑光冲向彼此，融为一体。这就是预言的最终答案，天雷合璧。幽泉血魔被彻底净化，丹辰子的肉身毁灭，元神在最后一刻似乎得到了解脱。破碎的蜀山在神剑的光芒下开始重组。蜀山川的故事讲完了，
在2001年，观众走进电影院，本想看一场卧虎藏龙式的武侠片，结果徐克给他们看了一场宇宙大爆炸。这部电影在当年票房惨淡，口碑两极分化，很多人批评它剧情混乱、特效炫技，不像中国电影。但20多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看惯了各种披着仙侠外衣的古偶剧后，再回看《蜀山传》，才发现它的可贵。他拍出了真正的仙气和侠气，先是宇宙级的想象力，是白眉飞升、星辰大海、侠士牺牲，是孤月的牺牲、丹尘子的悲剧，以及玄天宗和李英奇的合璧。为了守护世界，我愿意与你融为一体，化作规则本身。徐克用一部电影为仙侠这个题材打下了一个标杆，它应该是关于宇宙、关于道、关于牺牲与重生的。只可惜这个标杆太高了，《蜀山传》之后再无《蜀山传》。